停下！把这个交给二太太，就说是老太太房里的傻大姐在园子里拾到的，本要送给老太太看的，我给截下来，请二太太过目。可要等二太太回话。不用，你送了，就去把连二爷叫来。是。这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，正因素日进园去，那些丫鬟们不大屈奉她，她心里大不自在，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，恰好生出这事来，以为得了把柄，正撞在心坎上。你这么大了，你那奶妈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说说她。如今别人都好好的，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儿来，什么意思？我说他2次，他不听，我也无法。况且他是妈妈，只有他说我的，没有我说他的。胡说！你不好了，他原该说，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。他敢不从，你就回我去才是。如今这么一闹，大伙儿全知道了。再者，指他去放头，还恐怕他巧言花语的跟你借贷些簪环衣服做本钱，你这心活面软的，未必不周济他些。若被他骗去，我是一个钱没有的，看你明日怎么过节。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对贺贺洋洋，梁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，百事周到，通共你这么个妹子。你虽然不是和他一娘所生，到底是同出一父，也该彼此沾顾些，也免别人笑话。我看这天下的事啊，也难校定。你是大老爷跟前的人养的，如今你娘死了，从前看你娘比如今赵姨娘强10倍的，你应该比探丫头强才是，怎么反不及她一半儿？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，一生干净，也不惹人议论笑话为高。我们姑娘是老实仁德，哪像她们3姑娘伶牙俐齿的会要姊妹们的强。她们也是明知道姐姐是这样，也不帮着顾恤一些。连他哥哥嫂子还如是，别人又做什么呢？莲二奶奶来了。哼，请他自去养病，我这里不用他伺候。回太太，老太太醒了。哦，把你这样人都看住了，别再给我惹事丢脸。是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巧儿我回姑娘，那攒珠蕾丝金凤竟不知道哪去了。姑娘您竟不问一声。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点了银子放头的。姑娘不信，还说是思琪收着呢。我去问思琪，她说没有收起来，还在架上匣内暂放着，预备着8月15恐怕要带呢。谁知迎春乳母子媳王柱儿媳妇，正因她婆婆得了罪，来求迎春去讨情。正听他们说了金凤一事，何用问呢？自然是他拿去暂时借一家，我只说他悄悄拿了出去，不过一时半晌，仍旧悄悄送来就完了。谁知他就忘了，今日偏又闹出来，他想也无益啊。何曾是忘记？他是视准了姑娘的性格，所以才这样。如今我有个主意，我竟走到二奶奶房里，把此事回了她，或她找人去要，或她省事拿几吊钱来替她赔补，如何？哎呀，罢了，省些事吧。那您可不要了，又何必生事？姑娘怎么这样软弱？要是都省起事来，将来连姑娘都要骗了去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嘿，姑娘，你别去生事。姑娘，
别进去！原是我们家老奶奶老糊涂了，输了几个钱儿没得捞烧，所以暂借了去。原说一日半晌就赎的，因总未捞过本来，就迟住了。可巧就又不知是谁走了风声，弄出事来。虽然这样，到底是主子的东西，我们不敢迟误下，终究是要赎的。如今还要求姑娘看从小吃奶的情长，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个情面，救出她老人家来才好。好嫂子，你趁早打了这妄想，等我去说情，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。方才连宝姐姐、林妹妹她们去讨情，老太太都不依，何况我一个人，我自己愧都愧不来，反倒讨臊去。自从邢姑娘来了，太太吩咐1个月减省出1两银子来与舅太太去，这里饶添了使费，少说些也有30两了。那不是我们供给，谁又要去？呸！做什么的白添了30两？我且和你算算，姑娘要了些你们什么东西？你说谁使了你们的钱了？你们天天偷鸡摸狗的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赌钱吃酒，就是如今闹出事儿来了，哎呀，当成了你们的委屈了，把钱都还回来！姑娘那么生气，给我还回来！罢了，都别吵了。我说不过姑娘们，谁叫咱们家比不得别人家呢？要我看，咱们这一房统共就比不得二太太。当然比不过了。你二太太怎么了？怎么比不过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有本事你把钱偿还我了。就这现在不在我这儿，不在这儿你偷走了，你这骗人！你把钱给我走，就是我就说你们又打人了，就打你了，打人了。东西交给二太太了，直接送到二太太手上了。二太太可看了？当时就打开看了，一看呐，可了不得了。她说什么了？哎呦，我的太太，我在那儿，她自然不能说什么了。不过呀，刚才回来的路上，听说她往莲二奶奶那里去了。你且去吃饭，吃过了再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太太今儿高兴，过来逛逛。平儿出去。太太喝茶，你自己看。太太从哪里得来的？我从哪里得来？我天天坐在井里，哪里当个细心人，所以我才偷个空。谁知你也和我一样，这样的东西，大天白日，明摆在园里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，不亏被你婆婆遇见，早就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。我且问你，这个东西如何移在那里了？太太怎知是我的？你反问我，你想，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，余则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？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，你还和我赖？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释，尚未捡得。倘或丫头们捡着，你姊妹看见，这还了得啊？这性命连面，是要也不要啊！太太说的固然有理，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想其理。这香袋是外头故宫仿着内宫绣的，袋子、穗子一概是试卖货。我便年轻不尊重些，亦不要这老石子。我纵有，也只好在家里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？况且又在园子里去，各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，倘或露出来，我有什么意思？我便年轻不尊重，亦不能糊涂至此啊。三则，论主子内，我是年轻媳妇儿，但算起奴才来，比我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。
他们也常进园子。晚间个人家去，胭脂不是他们身上的。四则，那边的太太也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，如嫣红、翠云，她们皆系年轻侍妾，更该有这个了。还有甄大嫂子，她不算甚老外，她也带过佩凤等人来，胭脂又不是他们的。五则，这园内丫头太多了，保得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？如今不但我没此事，就是平儿我也是可以下保的。太太请细想。你起来，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，焉得轻薄至此？不过我气急了，拿了话激你，但如今却怎么处啊？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，我气了个死。姑妈，姑妈快别生气，若被众人觉察，保不住老太太会不知道。且平心静气的暗暗查访，才得确实。纵然访不着，外人也不知道。这叫做胳膊折在袖内。如今唯有趁着赌钱的因由，把周瑞媳妇儿、来旺家的等4、5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内，以查赌为由。再如今，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大心大，声势作号。等闹出事儿来，后悔之不及。不如趁此机会，以后凡年纪大些的，或有咬牙难缠的，拿个错儿撵了出去配人，一则保得住以后没有别的事，二则也可以省些用度。姑妈想我这话如何？你说的何尝不是啊？但从公细想，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。通共每人只有2、3个丫头，还像个人样，余着竟是庙里的小鬼。如今还要裁革了去，不但与我心不忍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。我宁可省些，别委屈了他们。如今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，就吩咐他们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。我这就让平儿亲自传去。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、郑华家的、来旺家的、来喜家的5家陪房都已经进来，人太少了。其余的人都去了南方，如今只有这几个是心腹的。你来的正好，去回了太太，也进园内照管照管，不比别的又强些。这个容易，不是奴才多话。按理儿啊，这事儿早该严谨些。太太呀，您不大往园子里去，那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告似的，她们倒成了千金小姐了。闹些天来，谁敢哼一声？要不然呢，就挑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，谁还担得起呀？这也有的常情，跟姑娘的丫头们远比别的娇贵些，你们该劝她们。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，尚且不堪，何况她们？别的还都罢了，太太不知道，就一个宝玉屋里那个秦雯。那丫头仗着她自己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，又生了一张巧嘴儿，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，在别人跟前能说会道，家家要强，一句话不顺气儿啊，就立起2个烧痒劲来骂人，妖妖巧巧的，大不成个体统。
上次我们跟老太太进园逛去，有个水蛇腰、削肩膀，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，在那儿骂小丫头。对，就是她。我心里很看不惯那狂样子。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说的，后来要问是谁，又偏忘了。这一下对了坎儿了，这丫头想必就是她了。就是她。若论这些丫头们，龚总比起来都没有秦文生的好。论举止言谈，她原有些轻薄。方才太太说的，倒是很像她。哎呦，我也忘了那日的事儿了，不敢乱说。改日问清楚了，再来回太太。哎，不用这样，此刻不难叫她来，太太瞧瞧。对，就是啊，对，是啊。宝玉房里常见我的，只有袭人、麝月，这两个笨笨的倒好。若有这个，他自不敢来见我的。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，何况出了这个事儿，这好好的宝玉，倘或被这个蹄子勾引坏了，那还了得？玉钏，去，说我有话问他们。留下袭人、麝月服侍宝玉，不用来。那个叫晴雯的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来。你不许和他说什么。是。晴雯姐姐，太太让你去，说有话要问。太太叫我？是太太点名叫我去吗？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？太太只说让去。走吧。姐姐，你还是梳洗一下，换身衣服吧。不必了，就这样吧。姐姐，走啊。素日，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乔装艳饰、语薄言轻者，故晴雯不敢出头。今因连日不自在，并没十分装饰，自为无碍。即到了凤姐房中，王夫人一见她钗朵并松，山垂带退，有春睡捧心之遗风，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，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。好个美人，真像病西施了。你天天做这轻狂样，给谁看？你干的事儿打量我不知道呢。我且放着你，明儿自然揭你的皮。宝玉今日可好些？我又不大到宝玉屋里去，又不常跟宝玉在一起，好歹我不能知道。只问麝月跟袭人他们两个吧。这就该打嘴。你难道是死人？放着你做什么？回太太，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，宝玉害怕，所以就拨了我去外间屋里商业，只是看房子。我原回过我笨，不能服侍。老太太骂了我，说又不叫你管她的事，要伶俐的做什么？我听了这话才去的。不过10天半个月之内，宝玉闷了，大家玩一会子就散了。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坐，上一层有老奶奶、老妈妈他们，下一层又有袭人、麝月、秋纹几个。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活，所以宝玉的事我竟不曾留心。太太记怪，从今以后我留心就是了。阿弥陀佛，你不敬宝玉是我的造化，竟不劳你费心。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，我回过老太太再领你。你们进去，好生防他几日，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。
站在这里，我看不惯这浪样。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？哼！唉，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，照顾不到像这样妖精似的东西，竟没看见。只怕这样的还有，明日倒得查查。太太，太太，请养惜身子要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奴才。如今想查这个主也极容易。到了晚上院门子关了的时节，内外不通风，咱们就给他们来个猛布防，带人呐到各屋的丫头们屋子里去搜寻。想必呀，谁要有这个，但不单只有这个，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了。那是翻出别的来，这个也自然就是他的了。这话倒是，若不如此，断不能清的清，白的白。你说如何？太太说的是，就行罢了。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纵有千百样言辞，此刻也不敢说。这晚饭后，待贾母安寝了，宝钗等入园时，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。门房就开始收起。凤姐姐，你怎么这么晚来了？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，应大家回来，恐怕呀是丫头们偷了，所以大家查一查去疑。宝兄弟你就别管了，我们搜过就走。哎，来坐，陪我说说话。这都谁的箱子？本人来开了。没事儿，就是随便看看。搜，快！哎，这谁的箱子？怎么打开让人搜啊？是晴雯的，她这两人身上不大好，我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宝兄弟，没事儿，坐下喝茶吧。我来看看。没什么差错东西。再看看别处吧。哎，回二奶奶，都查过了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。你们可细细的查，若这回查不出来，可是难回话的。都仔细的翻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差错的东西。虽然有些男人的物件，可能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，想必是宝玉旧时候的物件，没什么的。既如此，咱们就走吧，再瞧别处去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宝兄弟，我们先走了。
我有一句话，不知是不是，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，薛大姑娘屋里是断乎抄检不得的。这个自然，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？我也这么说呢。那咱们先去林姑娘那儿。林姑娘的身子弱，千万别太大动静了。仔细惊着了老太太问。哎，那是那是。走吧。一头说，一头到了潇湘馆，只搜出几样宝玉的旧东西，不算什么罕事，便又撂下再往探春的秋爽斋来。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。妹妹还没睡啊，因丢了一件东西，连日访查不出人来，恐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，所以也请大家搜一搜，使人去疑，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。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，我就是头一个窝主。既如此，先来搜我的箱柜，他们所偷了来的，都交给我藏着的。把箱柜都打开，让奶奶们搜吧。是。二奶奶，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，走，快！今见探春如此，都打开。他知道是探春认真单脑凤姐，与他们无干，他便要趁势做脸献好。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的，妹妹别错怪我，别生气啊。平儿、凤儿，还把柜子都关上，东西都收起来。快！别翻了，别翻了，都关上，都关上。干什么呀？这没搜完呢。把那些东西都装上。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，要想搜我的丫头，这却不能。你们不依，只管去回太太，只说我违背了太太，该怎么处置，我去自领。你们别忙了，自然领你们抄的日子有呢。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真假，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。咱们也渐渐的来了。可是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。这是古人曾说的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必须是从自己家里自杀自灭起来的，才能一败涂地呢。既然女孩子的东西都在这儿，奶奶您先回去吧，也好让姑娘好好安寝。那我们就去别处了，三妹妹也早点安心。可细细的搜明白了，若明日再来，我可不依了。哎呦，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就不必搜了，走吧。可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连姑娘的身上我都看了，真的没有什么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敢来拉扯我的衣裳？我不过看在太太的面上，你又有年纪，叫你一声妈妈，你就得寸进尺，天天做好的官管上线。如今变现了不得了，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的好相，有着你们欺负她，你就错了主意。你来搜捡东西我不恼，你不该拿我取笑。是妹妹，要搜你自己来，别叫奴才来翻我身上。妹妹，妈妈吃粮喝酒就疯疯癫癫的，前儿把太太都得罪了，快出去，不许再提起了。好妹妹，她是个糊涂人，你别生气了啊。我但凡有气性，早一头碰死了，不然岂容奴才来我身上犯贼赃了。明儿一早我就回过老太太，然后去给大娘赔礼，该怎么我就领。好了，妹妹。妈妈也太过了些，咱们家三姑娘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别说是我了，就是太太也要敬她3分。你怎么倒在她身上动起手来了？查过李纨房，又到惜春房中来，因惜春年少，尚未识事，吓得不知当有什么事，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她。四妹妹不用害怕。只不过看看丫头们的东西，看过这个。
奶，这是在入画箱那里翻出来的，约有30-40克子，一条玉带板子，还有男人的靴子。二奶奶，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，因我们老子娘在南方，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。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，我哥哥怕了把钱给他又花了，所以每常得了，悄悄地烦了老妈妈带进来让我收着的。我竟不知道，这还了得！二嫂子，你若要打他，好歹拉他出去打吧，我听不惯的。这话若果真，倒也可恕，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。这个可以传递，什么不能传递的？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。若这话不真，倘是偷来的，那你就别想活了。我不敢扯谎，奶奶只管明日去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。若说不是赏呢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。这个我自然是要问的，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，谁许你私自传送这些东西的？起来说话。且说是谁做的接引，我便饶你，下次万万不可。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，这里人多，若不拿一个人做法，日后那些大的听见了，又不知怎样呢。嫂子若饶他，我也不依。姑娘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，姑娘，求你饶了我吧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求你饶了我吧，姑娘。素日我看他还不错，谁没个错啊？只这一次，2次犯下2罪俱罚，只是不知传递是谁。若说传递，再无别个，必是后门上的张妈。她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，丫头们也都肯照顾她，可都记下了。周瑞家的在迎春丫鬟们房里，却搜检出私旗私藏。走吧你的！原来这私旗正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。回二奶奶，这是从思琪那儿搜出来的。是他们谱写的账目，不成字，让奶奶见笑了。正是这个账我竟算不过来呢。你是思琪的姥姥，按理说他表弟该姓王，怎么又姓潘呢？回二奶奶，她姑妈嫁给老潘家了，所以她姑表兄弟都姓潘。上次逃走的那个潘佑安就是他表弟。这帖子上写的什么？你念给我听听。二奶奶让你念。嘿，念，你这拿着，快念，快念，念呀！上月你来我家后，父母已觉察出你我之意，但姑娘未出阁，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。若园内可以相见，你可托张妈给一信儿。若得园内一见，倒比来家的说话。千万，千万！你老都听见了，明明白白，再没得话说了吧？如今据你老人家，该怎么样？这样也好，不用你们做老娘的操一点心，他鸦雀不闻的就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，大家倒也省心了。老不死的丈夫，怎么出了你这个孽障？
次日，惜春遣人来请尤氏，将昨晚之事细细告诉与尤氏，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。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姑娘！你求我也没用，我是不要你了，是生是死，你只管求奶奶去。奶奶，他不过是一时糊涂，娘下次再也不敢的了。他从小服侍你一场，到底还是留着他吧。不但不要入画，如今我也大了，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况且近日我每风闻得有人在背地里议论些什么不堪的闲话，我若再去，连我也编排上了。谁议论什么？又有什么可议论的？姑娘是谁？我们是谁？姑娘既听到人家议论我们，就应该问着她才是。你这话问着我倒好，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，我反去寻是非，成个什么人了？还有一句话，我不怕你恼，好歹自有公论，又何必去问人？古人说得好，善恶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续住，何况你我二人之间？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，不管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你们有事别累我。怪得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糊涂，我只不信。哎，你们听听她刚才这番话，无缘无故，又不知好歹，又没个轻重。虽然是小孩子的话，却又能寒人的心呐。姑娘还年轻嘛，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。我虽年轻，可这话却不年轻。你们不看书，不识几个字，所以都是些呆子。看着明白人，倒说我年轻糊涂。哈，你是状元榜眼探花，古今第一个才子，我们是糊涂人，都不如你明白，那又怎么了？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？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。哟，你刚才是才子，这一会儿子又做大和尚了，又讲起了悟来了。我不了悟，我也舍不得入画了。你可真是个心冷口冷、心狠意狠的人。古人曾也说的，不做狠心人，难得自了汉。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叫你们带累坏了我？我们怎么就带累你了？你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倒忍了这半日，你倒得意了，竟然说这些话。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，以后我们就不亲近，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。我这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。从哪里来的？可知凤姐妯娌两个的病今日怎样？今日都好些了。咱们别管人家的事，且商量咱们8月15赏月是正经。都已预备下了，只等老太太选哪里好。只是园里空，夜晚风冷，多穿2件衣服就是了。那里正是赏月的地方，岂可不去？都是些什么？上次我就吩咐，如今可以把这些捐了，你们还不听？如今比不得在先浮凑的时光了。我说过几次，也不听，也就罢了。不过是些家常东西。今日我吃斋，没有别的。那些面筋豆腐，老太太又不大生爱吃，只有这样椒油纯鸡酱。这样正好，正想吃这个，你们2个一起来吃吧。谢老祖宗。这2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，大老爷送来的。这一碗是鸡髓笋，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。将那2样着人送回去，就说我吃了，以后不必天天送。我想吃，自然来要。是。有稀饭吃些吧。有红稻米粥。再盛1碗粥给凤哥儿吃去。这碗笋
和风烟果子狸给平儿、宝玉2个吃去，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吃去。我吃好了，你就来吃了吧。是。嫂子先用，我们失陪了。失陪了？这剩我一个人，这一桌子可吃的，我怎么吃得惯？鸳鸯、琥珀，来趁势也吃些，又做了陪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正想这么说呢。这怎么敢折杀我们了？姑娘还客气什么？又不是头一次。看着多的人吃饭，最有趣儿的。这孩子也好，也来同你主子一块儿吃吧。等你们离了我，再立规矩去吧。快过来坐吧，不必装假。你怎么昏了？盛下人的饭来给你奶奶。老太太的饭吃完了，今日添了一位姑娘，所以短了些。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，要一点富裕也不能的。这1、2年旱涝不定，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，这几样细米都很艰难，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。生恐一时短了，买的不顺口。这正是巧媳妇儿做不出没米的粥来。既这样，就去把3姑娘的饭拿来添，也是一样的。就这样笨。我吃这个就行，不必取去。你行了，我可不吃。